我和3个孩子被保姆纵火烧死在家中，5口之家只剩老公一人。痴情老公仰天痛哭，被晒到网上，引发全网心疼不已。在网友的支持下，纵火犯迅速被审判，保险及物业被索巨额赔偿。老公还顺势成为带货主播，吃足悲情流量福利。我和孩子以灵体的形式一直陪着老公，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恶。阎罗王都心生怜悯，特许我依附在一个只有1年寿命的人身上。反事开始，重推你高楼起，重推你高楼塌。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老公出差去蓝海市了，我带着老3住主卧，老大和老2住隔壁次卧，保姆住3房。就像平常每个夜晚一样，凌晨5点半，家里所有人都在睡梦中。但是今天这个时间，保姆却在客厅。保姆用打火机正在点一本书，她点半天也不见点着明火，就把书扔在沙发上，扭头去找件衣服当引子。等她从3房拿着一件衣服出来，沙发已经全部燃烧起来了，且已经燎着了沙发旁的窗帘。她吓一跳，这有点超出她的预设呀。于是试图用衣服把火抽灭，可衣服也跟着烧起来，连带着衣服所拍过之地全部被引燃。保姆立即有点慌了，干脆心一横，扔下衣服开门就走了，还不忘关好了防盗大门。火越来越大，我被房门缝隙飘进来的烟呛醒，打开房门一看，整个客厅已经是一片火海，立马意识要带着家人逃跑。我顿时清醒，连忙跑进次卧，连喊带摇把老大和老2弄醒。老大、老2快起来，家里着火了，跟妈妈一起跑。喊完老大、老2，我还不忘来3房喊保姆，阿姨，着火了，一起跑。保姆房间竟然空无一人，来不及思考，带着老大、老2再抄起老3，想从客厅的火海穿过去，可火势实在太大了，拦住了大门出口。4个人都被烟呛得弯腰咳嗽，呼吸不畅。我带着3个孩子，行动不便，快速调整战略，退回主卧。我们报警，等待救援。退回主卧房间内，关上房门。4个人已经被惊吓到腿软，又加上吸入了过量的烟，狼狈不堪。但现在最紧急的是打电话求救，向119报警后，我想着火太大了，必须就近找人帮忙，不然有可能我们都撑不到消防人员到达。又给物业打去电话，平时有人值班的物业电话没人接，给邻居秋姐打，秋姐关机了。我接到消防人员到达报警地点的电话时，火已经近在咫尺，你们快点，我们坚持不住了。这是我朱小小留在人世的最后一句话。火已经烧毁了主卧的房门，向我们扑来，我们已经被炙热烤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护着3个恐慌到极点的孩子，退到窗户边，已经退无可退。我家在28层，由于超出了消防车的救援高度，所以消防人员只能先上楼，试图从楼道的消防井接消防水泵管子放水灭火。上到28层，才发现消防井的消防水泵被破坏掉了。消防员分头去27层和29层，全部是坏的。幸好26层的消防水泵是好的，从26层接管子来到28层，已经过去了将近10分钟。秋姐被火灾和消防车的动静吵醒后，发现失火的是我家后，立即开机拨打我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了。扑灭火从我家找到的，
只有4具紧紧抱在一起，炭黑般的尸体，人间惨剧，见到的人无不动容，无不落泪。妈妈，刚才我好痛好痛！老三一张哭丧的脸，全身被烧得面目全非，黢黑，跟尸体一模一样。妈妈，我也是，我还被呛得不能呼吸。老二也赶紧补充：妈妈，我们这是死了吗？我怎么看到了我们4个人的尸体？老大一脸诧异地看向我，我伸手想抱抱他们，想把他们身上的黑掸掉，发现我的手直接从孩子的身体穿过去了。怎么回事？我在尝试伸手想跟旁边的秋姐打声招呼，也是完全碰不到。孩子们看着我的动作，也尝试了一下，结果是一样的。看来我们确实是死了。我们现在大概以灵体的形式停留在了阳间。确认这一事实，我们都很崩溃。呜呜，3个孩子都忍不住嚎啕大哭。孩子还这么小，我也还这么年轻，而且浓烟中的窒息和烧死中的疼痛，令鬼都不敢回想。我也忍不住的哭。老公林文武赶回时，已经是中午12点了。老三看见爸爸，鼻子一酸，就往他爸爸身上扑。他希望像往常一样被爸爸抱在怀里，撒撒娇，再哭一鼻子。结果自然是触碰不到，这让老三更伤心了。伤心的还有老公，他确认我们都死于火灾后，再也坚持不住，退到墙边，跌坐在地，哭声响彻整个小区。一个大男人同时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3个可爱的孩子，谁能受得了？他痛彻心扉地喊出一句：我一定要为你们讨回公道。旁边闻者都忍不住跟着悲泣，还有人特别共情地拍了一张林文武仰天痛哭的照片，发在微博上，迅速让这件人间惨剧得到了全网的关注。网友出奇一致的心疼死这个男人了，我们4个人也特别心疼他，陪在他身边，但是什么也做不了，只能陪着哭，仿佛死的不是我们自己一样。网上关注纵火案的人越来越多，我老公为了给网友汇报事情进展，第2天就注册了账号，失去最爱的妻子和3个天使宝贝儿。短时间内，他微博就拥有的100万粉丝。老公几乎每天都在网上发文悼念我们，文中与妻儿相处的细节犹如眼前，无不感人至深。孩子，我多想再见到你们，见到你们可爱又迷人的笑脸。无数次我惊醒在梦中，梦中你们快乐地玩耍，无数次我呼喊着你们的名字，你们用最纯真的笑容回应了我。孩子，我多希望你们就在身边。身心疲惫不堪，晚上不敢睡觉，闭上眼睛，老婆孩子就浮现出来，眼泪忍不住。今天我这里下雨了，你们那里冷不冷？你们想念爸爸没有？我们每天只想陪着他，不忍去地府报道，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在这世上。我们哭着告诉他，我们一直陪在你身边，你别太难过。可是人是听不见的。老公的账号下每天都有上万的网友宽慰他，鼓励他。林先生，请保重自己，务必坚强地活下去，他们不会走远的，我们也会一直陪着你。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一定要为老婆和孩子讨个公道，坏人一定会下地狱的。你要带着老婆和孩子的那份一起坚强地活着。他太爱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们了。在全网的催促和监督下，警方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保姆程金墨。当确凿的证据摆在保姆面前，纵火犯认罪伏法。原来程金墨酷爱赌，十赌九输，越输越想翻盘。之前就因为在外地偷盗雇主的财物被解雇过，是有过前科的。他还欠着巨额的外债，借无可借，换个城市来到朱小小家，
他为了快速地获得雇主家的信任和钱财，于是想出了忠义救主的戏码，没想到演砸了。我只是想放个小火，再救火，让朱小小感激我，能多给我些钱。我没想到我进屋拿一趟衣服的时间，原以为没点着的书把沙发烧着了，我也灭火来着，没灭了。火越来越大之后，我太害怕了，我就只能跑了。法院审判的时候，我飘在空中，听到保姆这话，都想过去掐他脖子。可是他周围都是法官，扛星的人身上的光太耀眼了，使得我无法靠太近。我说火灾当天那个时间点，保姆怎么不在房间呢？我还冒着大火去3房叫他，亏我平时对他那么好，家里的小东西零钱丢了我都没怀疑他。赌徒真的太可怕了。老公的账号除了缅怀我们，就是汇报他为了案情到处奔走，催促案情的进展，人设越来越完美。审判了纵火犯，我老公又迅速地把小区物业告上了法庭，以物业消防不达标、耽误救援为由，烧毁了豪宅，致使4人死亡，索赔2亿元。物业出示了按照规章制度安装、维护消防设施的各种证据，奈何当天的消防栓就是坏的，加上老公的账号影响力巨大，他账号里带着节奏。青藤物业2021年存在质量问题，致使8人死亡未上报。青藤物业下午6点时间段堵塞消防通道，经警局核实，火灾发生当天，我老婆拨打物业值班电话，无人接听。玩忽职守的物业如何让业主安心？老婆，我真的好没用啊，你能原谅我吗？这下青藤物业旗下的业主们不干了，纷纷出来谴责青藤物业，害怕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自己家身上。为此，老公又在网上收获一波好感度。网友要求物业必须做出合理的解释和赔偿。线上线下，青藤物业成了过街老鼠。青藤物业为了生存，抓紧时间与老公协商，达成一致索赔意见。第3步，老公找上了保险。我们出事的半年前，老公斥巨资为5个人购买了巨额的意外保险。当时我还说不用买那么高的意外险，没想到买了5个人的，就用上了4个人的。保险公司写赔呀，保险公司哪里敢说什么，只能乖乖掏钱。他们已经见识了青藤物业的下场。我们把老公的行为看得一清二楚，也觉得很痛快。老公为了我们雷厉风行，让坏人们付出了代价。第4步，老公在直播网站注册了账号，开始直播卖我们公司产品儿童玩具。我要把我没机会陪孩子的时间和精力都补偿给其他孩子。从今天开始，我每赚1块钱就要分20%捐给慈善机构。接连戳中网友的软肋，这一善举，老公又在大家心中的形象伟岸了许多。这样的好爸爸，我怎么没摊上？他的孩子要是还在，该是天底下最幸福的孩子。网友们给我拼命下单，这样深情的爸爸不支持，我们支持谁呢？我已经给我认识的所有小朋友都下单了，还漏了谁？我还要买。只怪我认识的小朋友太少了。老大、老二和老三看着他们的爸爸所做的这一些，感动坏了。我们拥有天底下最爱我们的爸爸。这天，夜幕降临，老公开车去了一个我没来过的高档小区。我和孩子们都特别好奇，自然寸步不离地跟着。老公熟门熟路地打开一栋别墅的大门，立即过来一个漂亮的女人，猝不及防的画面太少儿不宜，我连连捂住孩子们的眼睛，脑子嗡嗡嗡一片空白。关键
那女人那肚子明显是个孕妇啊！妈妈，爸爸怎么抱着别人？老大忍不住发问。妈妈，我认识这个女的，她是阿姨的女儿，去过我家，我见过。老二认出了女人，他说的阿姨自然是纵火犯保姆，那女人是葛美惠。阿姨求着我给她女儿安排个工作，正好我们公司也是要招人的，就让她去上班了。妈妈，我想爸爸抱抱我。老三还太小，不太能接受阴阳两隔的事实，我脑子已经不能思考，只能领着孩子来到卧室外偷听。美惠，我太想你了，让我听听咱们的小宝宝乖不乖。这熟悉的声音，熟悉的场景，隔着门我也能明白是怎么回事啊！我可是给他生过3个孩子的人，我老公跟别人要生孩子了，这个状况就像晴天霹雳，陡然劈中了我。他们是什么时候搞到一起的？一看这肚子，至少已经有6个月的身孕，那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死之前就怀孕了。我鬼魂都要不稳了，怒火直冲天灵盖，我直接穿门而入。前半小时还是网上那个深情人设的老公和爸爸，令全网网友心疼到骨子里了。此刻，林文武趴在葛美惠的肚子上，听着胎动，是不是很讽刺？老公，你前妻的事都办完了吗？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吧？葛美惠喊林文武为老公。呵呵，孩子都有了，前妻都没了，还有什么不能喊的？都办完了，物业和保险都赔完钱了，这一下就进账3、5亿，嘿嘿嘿！你都不知道最近咱们的直播生意有多火，每天的销售额接近1000万，照这个速度发展，我们很快就可以跻身全国富豪榜了。老公，你真厉害！美惠，明天你妈就要被枪决了，你不去看看她吗？我去看她干嘛？纵火救主的主意虽然是我出的，她自己没做成，难道还能怪我不成？再说她天天跟我要钱赌，我烦都烦死她了。正好我一箭双雕，既为我们扫清了障碍，也让她彻底没法赌。对了，还获得了巨额的赔偿，是一箭3雕哟。我越听越不明白了，什么是一箭3雕？我按捺住自己砰砰狂跳的心，冰冷的身体都要感受到怒火的温度了。27到29层的消防栓是怎么回事？还有当天物业值班室没人接电话，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那当然了，你快夸夸我。说着，葛美惠就一脸傲娇地凑到林文武跟前。你简直是最聪明的美人了，快来，我要奖励奖励你。我已经很久没好好疼疼你了。你小心一点，别伤着孩子，辣眼睛。我赶紧带着孩子转身而出。此刻我都忘了流泪，这是我认识了14年的那个林文武吗？今天晚上怎么这么陌生呢？我和林文武是在14年前认识的。当年他是美容店的纹眉师，我是朱家千金，我爸爸是当地玩具大亨。我去纹眉，见到高大、帅气、白净的林文武，芳心萌动，一见钟情。他当天为我服务体贴、周到、轻柔，简直让我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我立马主动就加了他，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虽然爸爸妈妈不是很赞成，但只要我喜欢他们，也不会说什么。结婚之后，我就不让他干那一行了，怕再被别人相中了。他去了我家的公司，从一个门外汉一点一点地摸索，从不喊苦说累，慢慢得到了爸爸的认可。爸妈去世后，我接管了公司，但孩子一个接一个的降生，我的全部身心都在孩子身上。公司彻底交给他管理了。这14年间，我们从没吵过架，从没发现他有任何不轨的心思。身边的亲戚朋友都交口称赞，一个人14年都看不透，是隐藏的有多深沉，
全身忍不住的站立。我和孩子死后以灵体形式在人间逗留太久了，在我悲痛欲绝之时，迎来了牛头马面大哥、人鬼殊途。你们在人间滞留太久了，该跟我走了。牛哥，我们原来是被林文武和葛美惠那对贱人害死的，他们还在网上利用我们的死，疯狂地赚取网友同情的黑心钱，难道您也不管吗？我哭得肝肠寸断。从发现真相以来，我是又咬又撕又掐这对贱人，可人家除了感觉阴冷外，我完全伤不得他们分毫。那个贱女人可能是心虚作祟，还和林文武去庙里找了高僧，对我们的墓碑动了手脚。大概率牛头马面大哥这时候找到我们，就是因为我们被镇压，惊动地府，发现我们是漏网之鱼了。我太无助了，我是独生女，爸妈早已去世，都没有一个亲人能帮我报仇雪恨的，难道就让他们这样逍遥的活着吗？我不甘心啊！3个孩子也是亲眼看到了他们爸爸的转变，变得郁郁寡欢。阴间管不了阳间的事，他们作恶，自然有他们的报应。跟我们走吧。见到阎罗王，我扑通就跪地磕头：大人，民女和孩子们冤呐！求求您给我个机会，不能让那对奸夫淫妇逍遥法外呀！大人，求求您，不管让民女付出任何代价，我都愿意，只求您主持公道。3个孩子看我跪求，也都嘤嘤哭泣。我们4人好不凄惨。阎罗王深深叹了一口气，见过人间悲剧，但是把自己和孩子搞得这么惨兮兮的，真不多。何况这3个孩子摊上这样的爸爸也是命苦啊！看看你们搞得这么惨，阎罗王都有些不忍心，继续说：就算我是阎罗王，也不大好掺和阳间的事，他们死后自然有因果报应等着他们。但是吗？说到这里，阎罗王停住了。我一听但是，就是有机会。大人，但是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求求你，我都死了，而且是惨死，还有什么不可以失去的？你如果愿意付出代价，并且是去收拾恶人，也不是不可以。可以的，付出什么都可以。我连忙点头，表达自己的坚定决心。你同意下辈子投生成猪的话，我可以同意你依附在一个只有1年寿命的人身上，让你去完成心愿，下辈子变成猪有何不可？有的人连猪狗都不如，能让他们受到惩罚，我变成王八都行，千万不要侮辱了猪和王八。我立马点头同意。那好吧，就让孩子们在我这待着吧，我自会好好照顾他们。你去吧。我跟孩子们一一说明白，他们依依不舍地同意了。他们也恨啊。我就见到了阳间的太阳了。我感受了一下，环境怎么这么熟悉？这户型和我家一模一样，这好像邻居秋姐家。秋姐的灵魂也吓了一跳。你是谁？你怎么进入这具身体的？真的是秋姐。秋姐，我是朱小小，隔壁的朱小小。您别害怕，朱小小不是死了吗？你是要夺舍吗？我跟秋姐把死后的所有事都仔细地跟她说了一遍，这才安抚好她。随后她立马又抱起这个林文武，简直不是东西。你对家庭全心全意的付出，把公司交给他，给他生了3个孩子，他出轨不说，还谋财害命，连阎王爷都看不过去，他们就不配活着。禽兽、人渣、杀千刀的。秋姐把他知道的有限的骂人的词都用上了，都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慨。提到阎王爷，我就想起阎王爷说给我依附的身体只有1年的寿命了。我一脸的担忧问秋姐：秋姐，您的身体是有什么事吗？秋姐身体一怔，随后恢复正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早就知道了，肝癌晚期，
活一天是一天罢了。他很平静地说出来。我说怎么平时见着秋姐都不怎么出门，脸色也一直都不好呢？没事的，妹妹，既然只有1年，我们就好好过好这1年。阎王爷让你依附在我身上，也是给我一个善缘。惩恶扬善是所有人的责任，我会竭尽全力的帮你。秋姐反过来安慰我，我一头扑进秋姐的灵魂的怀抱里。自死后经历这一切，由于带着3个孩子，我极力的控制自己，压抑自己。这一刻，我就像见到了最亲近的人，哭到天崩地裂。第1步，秋姐的身体带着我们的灵魂，等在他们小区门口。好不容易逮到林文武和葛美惠一起肩并肩，手挽手，还不时地趁着没人注意到他们亲亲嘴。很好，这照片拍来不费什么功夫，重推你高楼起，重推你高楼塌。既然你擅长在网上立深情人设，那我就让你深情人设不攻自破。截止到今天，他还在网上发小作文，情人节、儿童节、福利院都是他利用的点。网友还沉浸在他没有走出来失去妻子和孩子的阴影，纷纷开解他的戏码之中，生怕他想不开，天天砸钱勉励他。多么可爱善良的网友！我迅速在网上用秋姐的身份注册了账户，就叫朱小小的邻居。我放上在他们小区门口偷拍到的照片，曝光了他们别墅的地址，直接失去最爱的妻子和3个天使宝贝儿账号，这样才能让一个新账号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立马网上就炸了。一部分人质疑照片的内容，立马跑到我账户下骂人；一部分人立马开始搜索照片中的女人，甚至有些好信之人直接跑到那个地址去直播核实。我不等他们的结果，你们查你们的，我继续行动。第2步，秋姐作为业主，要求青藤物业核查火灾发生当天值班室人员为什么不在岗，消防水泵为什么按时维护了，在当天却是坏的。青藤物业当时也查了，但由于网上舆论压力太大，他们被逼成了过街老鼠，也顾不上，最后认栽之后都懒得查了，不想揭伤疤。现在根据秋姐提出有人故意为之的提议，他们觉得没准真能反转挽回一些他们的损失，决定好好细细的查。第3步，我又曝光了林文武将我和孩子立碑镇压的事，通过一位道士说出来，他们4人的墓碑围成半圆形，且在缺口处放置了一块镇魂石，这是典型的镇魂困兽阵。这种阵法一般用来对付恶兽，是要把恶兽的灵魂彻底镇压在阴曹地府，永世不得超生的阴毒阵法。道士的一番话和我拍下我们墓地的照片放到网上，加上之前曝光葛美惠的热度，网上炸得稀里哗啦。网友扒出葛美惠是保姆程金墨的女儿，扒出程金墨和葛美惠不和，扒出葛美惠怀孕产检的记录，怀孕时间是在我们死之前的1个月。还有人跳出来说亲眼见过林文武与葛美惠亲密无间，尽管林文武狡辩说孩子不是他的，但跟自己杀妻烧子的仇人的女儿又晚又亲，他怎么轻易否认得掉？基本坐实他婚内出轨小三的事实。网友接着扒，又找到林文武所说赚的钱要捐20%给慈善机构，完全子虚乌有。他网上晒的捐款全部是 P 图，还有人跳出来证实，他那些去福利院扮演怀念孩子的好爸爸全是摆拍，就是因为以前没有人怀疑过他，所以根本也没人往那方面想。网友们脑洞大开，各种猜测纷纷往外冒，都一一得到证实。
林文武倒打一耙，说是邻居眼红赔偿金额，曾经勒索过他，还说照片是合成的。网友那么好骗吗？之前被你装的深情所骗，完全是你鬼话连篇。我和孩子死后跟着他那么久都没发现状况，何况网友呢？当时在网上骗过多少人的眼泪和钱包，现在就有多少人出来啪啪打脸。曾经有多少鼓励，现在就有多少谩骂。青藤物业也查到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在网上质疑消防设施是有人动了手脚。值班室值班人员也站出来提前有人给他打电话，非要他去另一栋楼查子虚乌有的事，很可疑。这么大的反转，引得网友更坐不住了，连直播间卖货时都只剩下骂他们的声音，他们只能连夜注销了直播间。接着，林文武公司的资产迅速转移，他名下的公司进入破产清算，网站升级，更是有网友直接去各大官方网络账号，引起了警方的注意。这天，邱姐去医院复查，开车去医院的路上，在一个红绿灯路口，一辆大卡车失控般的冲过来，砰！邱姐的车被撞出好几米，邱姐被送到医院急救，医生告知内脏受损，只有半年的时间了。邱姐，对不起，都是我因为我依附在你身体上，非要找他们报仇，才导致你寿命减半的。我自己怎么样都可以，但是不能连累别人啊，这让我灵魂都不得安心的。小小不怪你，是他们没有人性。我帮你就是在替天行道，给我自己积德行善呢。你不要有心理压力，反正只剩1年，多半年少半年又有什么区别？还让我少受半年的罪呢。我心疼你，心疼3个孩子，姐姐能帮上你很高兴的。姐，你就是我亲姐姐，对不起，再不要说这种话。邱姐拦着我，不想我再说下去。邱姐的车祸特别好查，很快葛美惠就被带走了，但是她把所有罪责都归到自己身上，让林文武一点嫌疑都不剩。只剩半年了，还能把林文武送进监狱吗？毕竟我很清楚，我和孩子的死跟他脱不了关系。我去见了葛美惠，当然他眼看到的是邱姐。都是你这个贱人，要不是因为你多事，在网上发我的照片，我也不会让你出车祸。见面葛美惠就骂邱姐，邱姐一脸耐心耐意地劝她，葛美惠，你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吗？他林文武能那么对朱小小和3个可爱的孩子，你就能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谁知道你会不会是下一个朱小小？谁知道你的孩子会是什么下场？葛美惠愣了一下，随即立马反驳，你少咒我，那都是我的主意，跟林文武没有关系。朱小小跟林文武生活10几年，他都下得去手，你跟他才几年，你怎么就笃定他会真心待你？你别费劲了，用不着你管。葛美惠仍是不为所动，又一个痴傻的女人。林文武还真是一身好本事，骗的都是这种愿意为他不惜一切的女人。邱姐显得比我还急，就怕自己只剩半年时间，不够让林文武得不到法律的制裁。她不顾身体的虚弱，天天偷偷跟踪林文武。身体是他的，我的意愿跟他相左的时候，我对他的身体一点控制权都没有。在我们盯了5个月之后，葛美惠都快执行死刑了，眼看着邱姐都要不行了，终于让我们等到机会了。这天，我们发现了林文武身边出现了小四，依法炮制。我们拍下了照片，带着照片去见了葛美惠。葛美惠立刻不淡定了，她还在做着给林文武生下孩子交给他抚养，他为爱慷慨受死的梦，如今梦破了。我要见教官，
我有情况要交代，我不是主谋，我不能死。葛美惠的嚎叫声震惊了整座监狱。林文武在飞往澳洲的飞机上，在起飞前1分钟被截停。林文武被带下了飞机，幸好一切还来得及。邱姐松了一口气，人立马就被送去了医院。之前因为林文武这件事没有了结，提着一口气一直坚持着，终于等到林文武被带走，这口气松了，邱姐彻底支撑不住了。我心疼得不得了，都是因为我，不然邱姐也不会搞成这样。林文武和葛美惠都被判处了死刑，他们就这样死，是不是真的太便宜了他们？当初浓烟窒息，烈火焚身，3个孩子被烧得吱哇乱叫，一张嘴又会被吸入浓烟的场景，我始终都不敢回想，痛入骨髓，惨字都不足以形容。体验有多痛，恨就有多强烈。我以为死于保姆之手时，看着老公一点点为我们主持公道，心态还能平静一点，只能怪自己命不好，遇人不淑。待了解真相，才知道真正可怕的是，遇人不淑的是遇到不淑的枕边人。人性真正的恶，是狠心对自己结发妻子和3个亲生骨肉下如此狠手。如果世间真的有因果报应，我希望对坏人的报应一定要来得早一点，惩罚得更狠一些，一定不要让他逍遥法外了。邱姐在满6个月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大人，你说话不算数，明明邱姐还有1年的寿命，你为什么拿走她半年的时间？我哭着质问阎罗王。再见到阎罗王，我反而不害怕了。我已经达成心愿了，只想为邱姐鸣不平。你这妮子，怎么还赖我呢？明明是葛美惠搞出车祸的事，如果不是因为你们曝光她，她也不会出此策。这次车祸不是她命里带的，看吧，还是因为我。我嚎啕大哭，我不管，你怎么让我付出代价都可以，就是不能让我连累邱姐。我耍完赖，又开始求，只要让这位大人心软，我求求大人，你罚我吧，别让他受连累。邱姐在一边连连安慰我，说是她自己愿意的。阎罗王被我们吵得不耐烦了，捻着胡须开口，少让他受半年的病痛折磨，让他积一场善德。我还做错了啊！我停下哭哭啼啼的声音，害怕自己听错了。积德了，那当然，那林文武和葛美惠做出这种事情，我不知道的吗？我不为了让他们受到惩罚，我能费心地安排你依附在他的身体上吗？阎罗王指了一下邱姐的灵体，什么你安排的？不是我求来的吗？我还付出代价了呢。我装作不满地对他，那谁来不喊冤啊？谁都喊冤，我都给他机会，那我这成什么了？不提出让你付出代价，怎么知道你的决心有多大呢？再说了，你要是不把他们送进监狱，上方知道了，白瞎我送你们一场造化不说，没准还得怪我多事啊！真的吗？我立马喜笑颜开，脸上的泪水甚至都没干呢。多谢大人，您真是大好人，您真是替天行道的大人啊！说大好人好像不太对，地府哪来的人？不管了，哼，还算你有点良心，没白下我一片好心。念在你和他惩治坏人有功，下辈子给你们安排个好点的去处。那你不会再让我投成猪了吧？我还有3个孩子，你也得照顾照顾哦。哼，看你表现，我怎么听着每声哼都那么的傲娇和宠溺呢？大人，我还有一件事，我想问问，林文武和葛美惠会有什么因果报应？邱姐的事儿聊完了，我还迫切地想知道他们的下场。如果报应轻了，我是不会罢休的。恶人就应该得到惩罚，社会就应该有秩序，不然以后谁会做好人呢？这你就放心吧。
每个人的善恶都有本账的，恶人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时候一到，立即就报。有阎罗王这句话，我就彻底放心了，心中所有的阴霾彻底烟消云散。我知道，我一定要抱紧这条粗大腿啊！全剧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一听我的房子拆迁了，霸占了我房子的租客亲戚，开口就跟我要1000万。我们是承租人，好歹在老房子住了这么久，这拆迁款至少也该有我们的一半吧。我望着满脸贪婪的亲戚，反手就是一个报警。喂，110吗？小西呀，二婶听说咱们家老房子要拆迁了，政府怎么说？什么时候下拆迁款呢？一道声音传来，我看着面前几乎要把我抱在怀里的二婶，下意识地后退半步。我嘴角挂起客气疏离的笑。二叔二婶，堂哥堂妹，你们来怎么也不打声招呼？我只能暗叹一声，按下指纹锁开门回家。谁料我才刚录下指纹，二婶就一屁股挤开我，十分不见外地，率先进了我家门。小西，你这房子买得不错呀。二婶用挑剔的目光打量了我这宽敞不足却足够温馨的小家好半天，才挤出这么句敷衍的评价。我笑笑没说话，本想给他们拿拖鞋，可看着已经被他们一家4口踩脏的地板，最终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小西，你二婶刚刚问你的话，你咋不说呢？你家那房子是不是要拆了？二叔随手掏出烟，问都不问我一句，直接啪嗒一声点上了。他边吞云吐雾，边用之前那种颐指气使的语气问我。我本不想接他这个话茬，可又心知如果不说，他们怕是不会轻易离开，只能忍着气点了点头。二叔若有所思地点了下头，扭头拉着我坐下，深吸了口烟，笑眯眯问我：小西，你跟二叔说句实话，那老房子是不是真要拆了？明白今天是躲不过这茬了，我只能硬着头皮点点头。拆迁办的昨天刚给我打了电话，下一秒我就看到二叔和二婶突然对视一眼，双双露出个心满意足的笑。我眼皮猛地一跳，忽然猜到他们今天究竟为什么会来了。我12岁那年，爸妈便因为意外车祸撒手人寰了。葬礼结束后，我过起了东家住2天，西家住3天的小白菜生涯。表面上亲戚对我都挺好，实际上却是惦记着我们家的那点财产。由于我爸是家里老大，过去10几年生意做得红火，挣下不小的身家，可到最后爸妈留下的那几百万存款，没2年就被他们瓜分殆尽了。可惜那时候的我还太小，纵使心比天高，却也知道自己命比纸薄，只能拼了命的刻苦用功，只盼能尽快摆脱当时的窘境。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顺利大学毕业，刚好老房子拆迁，摇身一变成了拆迁户了。就在半个小时前，拆迁款2000万刚到账。只是让我没想到的是，我家拆迁的消息怎么走得这么快？小西，你摸着良心说，当年你爸妈过世，我这个二婶是不是拿你当亲闺女看待？二婶坐在我旁边，温和慈爱地看着我，拉住我的手，不停抹撒。我抿抿嘴，低下头去，没有说话。当年爸妈去世后，几个亲戚原本是不想管我的，可在他们得知只要抚养我就能拿到爸妈留下的钱，我立马成了他们眼中的香饽饽，甚至还曾为了我去谁家住，不止一次差点大打出手。可他们也只是嘴上说的好听，人前哄着我，捧着我，人后无视我，苛待我。自从爸妈去世，就逢年过节连套新衣服都没再穿过，
这些所谓的亲戚，根本从头到尾都只把我当成他们的提款机罢了。小希，那拆迁款应该也下来了吧？老房子面积不小，他们要敢少给你了，二叔肯定头一个不答应。二叔眼中的贪婪都懒得掩饰了，这个我也不清楚。今天只是去办理了下手续，钱还没有到账呢。二叔打量了我很久，我不躲不闪，跟他对视10几秒后，他像是终于确定我没有骗他，安心地点了点头，扯着二婶站起身，招呼了一声他那2个已经在我家翻了天的熊孩子。那二叔今天就先回去了，回头等拆迁款下来了，你可一定得第一时间告诉二叔，要是他们给少了，二叔就算豁出这张老脸不要，也得指定把钱要回来。我当然听出来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但我没有多说什么。眼下我只想尽快送走这家人，又再三嘱咐了我几次，二叔一家才终于恋恋不舍离开。送走他们，看着被糟蹋得不成样子的客厅，我忍不住长叹一声。二叔和二婶现在就像闻着腥味的鲨鱼，绝对一天见到钱就一天不会撒手。我生无可恋地倒在沙发上，照今天这情况来看，往后的麻烦恐怕不会少了。本以为有了工作就能拜托这些人，现在看来我还是太天真了。不出我所料，之后一连几天，二叔二婶每天照着早中晚给我打电话，张口就问钱到账了吗？面对他们的紧追不舍，我也只能含糊应对。我原本想要徐徐图之，可还不等我想出更好的办法，他们就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拆迁款已经下发的消息。晚上10点，我刚要上床睡觉，家门就被人用力砸向了，随之而来的还有二叔的咆哮：沈西，立刻给我开门！他砸门不休。无奈之下，我能爬起来去给他们开门，谁知门一开，外面站着的7、8个男男女女全都一股脑涌了进来。我瞬间瞪大眼睛，倒吸一口凉气，反应过来后，立马回卧室换了长袖长裤，才又返回客厅。大家都是亲戚，也不知道在矫情什么。其中一个有些面熟，但我叫不上名字的中年男人，撇撇嘴，嫌弃地扫了眼我，又舔着个油腻笑脸，跟二婶说：别说呀姐，你跟我姐夫这大侄女儿长得还真是好看啊。说话间，他居然用那种下流的眼神从上到下的打量起了我。我当时气血上涌，这到底是个什么恶心人的玩意儿？沈西，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二叔撇着腿在沙发上坐下，铁青着脸朝我看来。明明拆迁款老早就到账了，你为什么一直说还没发？你老实交代，你到底拿了多少钱？我忌惮家中的陌生男人，可二叔这好像我吞了他前世的丑恶嘴脸，却让我忍无可忍。二叔，老房子是我爸妈留给我的，不管拆没拆迁，拆迁款究竟有多少，好像都跟您没什么关系吧？没关系。二叔瞬间拔高了音量，终于彻底撕破了脸皮。我都在那老房子里住了3年了，你一个我没关系，就像独吞那笔拆迁款，我告诉你，毛都没有。没错，二婶也在一旁帮腔。我们来之前打听过了，我们现在住哪儿？就算是老房子的那个城什么来着？姐，那叫承租人。这个开口叫二婶姐的男人，就是刚刚说我矫情的那个。对，就是这个承租人。二婶立马嚣张起来，依着这个道理，这拆迁款我们至少也能分到一半。一半？二婶弟弟又开口了。那满脸横肉的男人恶狠狠地盯住我，阴冷的目光霎时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姐，
早几年要是没有你和姐夫，他怕是早就饿死了，还能顺顺利利上完学，找着工作，还买了房子。要我说呀，你们这侄女儿要是还有良心，就该把那拆迁款一分不留，全都交给你们。道理、良心，我真没想到，这大半夜带着几个5大3粗的大汉闯进我家，逼我给他们钱的人，居然还有脸说出这2个词。根据中年男人的身份，我大致也猜得出来，今天这些来者不善的，估计全都是二婶的娘家人。行，既然你们要讲道理，那咱们今天就好好说一说这个道理。我深吸了口气，驱散心中的惶恐和惊惧，在满客厅陌生人的包围下，想坐在了二叔二婶对面。二叔，当年我爸妈去世的时候，我记得他们在银行里至少给我存了几百万，这些钱是不是都被你还有三叔小姑他们瓜分了？几百万，你也真好意思张得开这个嘴。二婶立马急了，急得赤白脸的，就要跟我分辨个清楚。大哥大嫂走的时候，你才12岁，这吃的穿的用的，还有上学，哪样不需要花钱？现在来跟我们翻旧账了。当年你住我们家的时候，可没说不愿意呀。他说当年就是个小孩子，也曾以为他们是真的心疼我，才愿意收留我。可这一腔真心，到底还是喂了狗。从我爸妈去世到我成年的这几年间，我一次新衣服都没有买过，校服都是捡堂哥穿剩下的，就连课本、习题册也都是用的堂哥不要了的，甚至过生日吃个蛋糕就要被你骂好几天。现在你跟我说，你在我身上花了几百万，二婶，这话说出来，你自己信吗？我双目直视二婶，这些年来被我刻意遗忘的委屈，终究还是卷土重来了。我从小学跳舞，就连老师都说我很有天赋。可自从爸妈去世，你们因为舍不得那1年5000辅导费，再没让我去过辅导班，逼着我放弃了我的梦想。想起当年被逼放弃舞蹈的事儿，到现在我都忍不住眼眶发热。你说洗衣机费电费水，舍不得用洗衣机给我洗衣服，无论春夏秋冬都让我自己洗，还美其名曰是为了锻炼我。我不仅要洗我的，还要洗你们全家人换下来的臭袜子。我手上现在还有那时候留下来的冻疮。我13岁那年的夏天，就因为没照顾好堂妹，让她背在院子里摔了一跤，你上来就狠狠抽了我2耳光，我左边的耳朵到现在都会时不时耳鸣。堂妹撕了我好不容易写完的暑假作业，你说她还小不懂事。堂妹捡了我好不容易打工攒钱买的新裙子，你也说她还小不懂事。堂妹烧了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让我不得不复读1年，你居然还在说她年纪小不懂事。可她那时候明明都上初中了呀。这些陈年往事原本都已经被我尘封在了记忆深处，可他们非要逼着我想起来。尽管我已经长大，可直到现在想起来，我依旧会气到浑身发抖。那你又不是只在我家住，为什么光记着我家的不好啊？反驳不了我的二婶开始强词夺理。为什么？当然是三叔小姑他们虽然也是图我爸妈的钱，但他们好歹也愿意做表面功夫，最多也只是无视我，留给我的印象当然没有你们夫妻俩那么深刻。你二婶刚要再说什么，就被不耐烦的二叔打断了。够了！二叔眼含不满看向我，你不用在这儿顾左右而言他，我们今天过来是说拆迁款这事儿的。他朝地上吐了口浓痰，顶着那种写满贪婪2字的沟壑丛生的丑恶嘴脸，趾高气昂道：小希，二叔今天就要你一句准话，这拆迁款
你到底打算给我和你二婶多少？二叔，我刚刚也说了，房子跟你们没关系，拆迁款也跟你们没关系，你就不要痴心妄想了。我斩钉截铁道，别以为他们人多势众，我就真怕了。虽然刚开始确实有点怕，但刚追忆了往昔的我，现在只剩满腔怒火，哪还顾得上害怕？哎，你个小丫头片子，有没有家教啊？居然敢这么跟长辈说话！二婶的弟弟立马吹胡子瞪眼，撸着袖子就要朝我走来。我立马拿出手机，点开通话页面，按下1103个数字。你们要是敢跟我动手，我就敢报警告你们擅闯民宅，还企图人身伤害。我倒要看看你们到时候怎么警察说。帅子一听我要报警，刚刚还冷眼旁观中年男人要对我动手的二婶，忙不迭拉住了他弟弟。从我表过态开始，二叔的脸色就不能用简简单单难看2个字来形容了。他冲着我怒目而视，瞧那眼神，活像是恨不能把我扒皮抽筋。行，沈西，真不愧是你老子妈的种！二叔腾一下站起来，居高临下，恶狠狠地盯着我。我则毫无畏惧跟他对视，没良心的白眼狼，告诉你，这事儿没完。那完，我话虽然说得豪气干云，但只要一想到二叔临走前看向我时那凶狠的眼神，还是忍不住心有余悸。喂，是沈西吗？有你快递，给你放菜鸟驿站了呀。快递，我眉头一皱，断定事情并不简单。在此之前，我已经足足半个月没有网购了，可这包裹来都来了，我总还是要看上一眼的。下班回家，我顺利去菜鸟驿站取了包裹，普普通通一个纸盒子，分量并不重。寄件人栏的名字是我从没见过也没有听过的，地址也写得非常模糊。深吸一口气，我划开了纸盒上贴着的胶带，下一秒，浇了红色粘稠液体、被肢解过的玩具熊瞬间映入我眼帘。虽然做足了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被这恐怖画面吓了一跳，受惊之下尖叫着将纸盒打翻在地。尤其当我认出这玩具熊是当年爸妈买给我的生日礼物，看着支离破碎的玩具熊，想起爸妈在世时的场景，我终究还是没忍住哭出了声。从这天开始，我又陆陆续续收到了好几个匿名包裹，吸取了第一次的经验。我再没去取过快递，唯恐拆开的纸盒中又出现什么恐怖的东西。但不知快递，有几次我回家，还在家门口看到了被碾碎的鸟类尸体，刺鼻的腥臭味无差别攻击着这层楼的所有住户。有邻居忍无可忍，向物业投诉。物业加强了对我们这栋楼的巡逻之后，那些尸体才再没出现过。物理攻击失败，他们转而又用起了魔法攻击，连地区没有显示的陌生号码，一天24小时不间断给我打电话，逼得我不得不设置了静音。就这么折磨了我大半个月。堂哥堂妹忽然出现在了我家。堂姐，你这段时间是不是睡得不太好？瞧这脸色，也太难看了吧。沈苗苗嘴上说着担忧的话，但眼里恶毒意味满满的幸灾乐祸却连藏都懒得藏。我面无表情盯着他，听着他口中吐出的屁话。我爸早说了，你一个姑娘家，手里拿着那么多钱，指不定暗地里有多少人盯着你呢。堂姐，你就听我一句劝，赶紧把钱给了我爸，这样咱们大家才都能安心不是？对呀，沈辉无赖样的掏掏耳朵，鄙夷地对我说，我劝你啊，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到时候两家闹得不好看，大伯和婶婶在地下怕是也不能心安啊。这就不用你们操心了，我已经保存好了证据，
明早就去派出所报案。我平静地笑笑，没理会这厚颜无耻的兄妹俩，绕开他们准备去上班。谁料我还没走出去2步，沈苗苗忽然像是疯了似的冲上来，一把扯住我的头发，力道之大，差点给我摔到地上，头皮几乎被撕裂的剧痛瞬间蔓延至我的全身。你这有人生没人养的贱人，婊子！那拆迁款是我们家应得的，你想独吞，也得看你有没有那么大的胃口。盛苗苗声嘶力竭的大吼大叫，期间还不停拿脚死命踹我。我刚要反抗，刚刚还在冷眼旁观的沈辉忽然冲上来，一脚踹在我肚子上，之后反剪双手把我按倒在地。紧接着沈苗苗一屁股坐在我背上，冲着我又打又挠，像是要把我活活打死。我孤身一人反抗不得，被他们压制得动弹不得，密密麻麻的拳头和巴掌就连不断招呼到我身上、脑袋上。沈苗苗甚至还掐着我的后脖梗，把我的脸死死按在冰冷的地面。前所未有的窒息和剧痛让我喊都喊不出声，只能狂飙眼泪。不是硬气得很吗？你再给我硬一个，今天就代表我爸妈替你那短命鬼爹妈好好教训教训你。沈苗苗歇斯底里的声音不断在我耳边响起，在2人的围殴下，我眼前一阵阵发黑。这一刻，我觉得我马上就要被他们打死了。就在这时，一声犹如天籁的怒喝骤然涌入我耳中：“哎，你们给我住手！”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凌乱的脚步声。下一秒，我彻底昏死了过去。我醒来时已经到了医院，身边坐着的是我们这栋楼的物业经理。一看到我睁开眼，管家喜不胜收地弹了起来，句句关切。可我虽然能看到他嘴动，却始终听不到丁点声音。无奈之下，我只能指指自己的耳朵，又冲面前的物业经理摇了摇头。物业经理当即大惊失色，不知又说了句什么。男人忽然拔腿狂奔出病房，我猜他应该是去找医生了。奈何我现在实在太虚弱，刚醒来短短几分钟，甚至都没撑到他回来，就又再度昏睡了过去。再次睁眼，窗外已经一片漆黑，尽职尽责的物业经理依旧守在我病床边。沈小姐，您现在能听到了吗？这次他的声音顺利无误落入我耳中。还好还好，我差点以为我要聋了。重新听到声音，我几乎喜极而泣。能听到能听到，眼见我激动到热泪盈眶，物业经理也被我感染到，忍不住欢呼了一声。等我们2个恢复平静，他才跟我说了我昏过去之后的情况。现在那2个施暴者已经被派出所拘留了，不过他们自称是您兄妹，说今天发生的事情只是家里人闹着玩。他们居然有脸说是闹着玩，照他们兄妹俩那架势，完全就是要打死我的节奏。那2位的父母现在也正在派出所，指天发誓说您肯定不会追究今天的事情，还说这只是家务事，非让派出所先把人放了。我心里一咯噔，确实，这种家务事向来是最难管的。老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我又昏迷了将近1整天，那还不是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过沈小姐可以放心，无论人证物证，物业方面都可以提供。我只问您一句，这事儿你打算和解吗？和解？如果我真选了和解，那到最后恐怕也只会不了了之，不可能和解。我要起诉他们。沈辉、沈苗苗2兄妹早就被2叔2婶宠坏了，以为只要有2叔2婶在，他们就无论做出什么事情，都有人能够替他们善后。这次我就要让他们知道，做错事终归是要付出代价的。好，
物业经理面露赞同，随即挂起职业微笑。不过鉴于您的身体情况以及事情发生在小区内，我建议您可以将此事全权委托给我们物业处理。无论请律师还是打官司，我们都可以替您出面处理。鉴于二叔二婶的难缠程度，我认真考虑了3秒钟，把接下来起诉那兄妹俩的事情全权委托给了小区物业。沈小姐就安心养伤，等事情尘埃落定后，我一定会给到您一个满意的答复。物业经理冲着我弯了弯腰，转身离开了病房。不愧是我当初跑断了腿才选好的小区，瞧人家这服务质量。闷头一觉睡到隔天早上，我刚睁眼就被突然凑过来的2张大脸给吓了一跳。小西呀，你可算是醒了，我跟你二叔都跟这儿守你1个小时了。二婶谄媚的笑脸离我不到20厘米，我条件反射地打了个哆嗦，尽己所能地往后推了推，只想最大限度跟他拉开距离。我看你也没什么事儿了，还是赶紧出院去跟派出所的人说清楚，昨天只是咱们的家务事，让他们赶紧把小辉和苗苗放了吧。就是，你这孩子也是，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怎么还闹到派出所去了呢？眼见二叔和二婶仍旧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我差点都要被他们给气笑。感情我这3根肋骨骨裂，腕骨骨折，脑震荡，皮肤多处严重淤青擦伤，到现在都下不了床。在他们夫妻俩眼中，可能就算沈辉和沈苗苗真把我打死了，可能也只会说一句是我活该吧。我扯了扯嘴角，冷笑着看向他们，放过他们。二婶立马点头如捣蒜，行啊。我也点了点头。这夫妻俩立马露出算你识相的表情。二叔继续道，你答应了就行，这出院手续还是要快，只要他们2个能跪在我面前，自己抽自己30个耳光，我现在就可以出院去派出所跟他们和解。我目光一顺不顺地盯住表情陡然一变的夫妻俩。二叔二婶，你们觉得我这个提议怎么样？你，二叔果然怒了，他啪一拍椅子，扶手站起来，几步踱到我面前，凶神恶煞地瞪着我，眼中怒火喷发。这说到底不过就是你们兄妹之间闹着玩，你真要因为这个就跟自家人撕破脸皮？自家人？我冷笑一声，二叔，我可当不起您这句自家人。我看你就是人大了，心野了，不仅忘了当年我们对你的恩，还想对我们恩将仇吧？兔崽子，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二叔声嘶力竭地怒骂我，只是他这些年来已经骂过我太多次，那些脏的烂的，什么丧门星、杂种、野种，只有他想不到的，没有他骂不出口的。我心中早已再生不起任何波澜了。他最好再多骂点，骂大声点，好能时时刻刻提醒我，过去那几年来，他们全家人到底是怎么对我的。小西，咱们好歹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小辉和苗苗昨天也就是被你气到了才会冲动，你就不能大度点儿，别的理不让人啊。二婶也气昏了头，要不是碍于现在在医院，他怕是也要忍不住扑上来厮打我。一家人，他们嘴上说的好听，可这么多年了，他们什么真正把我当做过一家人？是，你们苛待我是我的错，他们差点打死我也是我的错。我嗤笑出声，面带嘲讽看向这2个惯会颠倒黑白的人。反正这得理不饶人的罪名，你们已经硬栽到我头上了，那我就不如索性坐实了这个名头，也免得辜负你们的一片心意。你！二叔目眦欲裂瞪着我，猩红的双目几乎要滴出血来。他死死攥着手里的烟盒，
簌簌落下的烟草，不多一会儿就铺了满地。可惜二婶却不像他这么稳得住。小希，你是知道的，小辉他前2天才刚谈了个对象，还有苗苗，他大学都还没毕业呢。他们前往不能住监狱，不然这辈子都要毁了呀。二婶扑倒我床前，鼻涕一把泪一把。你要实在咽不下心里那口气，这样那拆迁款我们不要了，不要了还不行吗？你就大人有大量，放你妈的屁！谁知二婶还没嚎完呢，二叔就已经一声暴喝打断了他的话。沈西，我告诉你，小辉和苗苗，你必须让派出所把他们放了，拆迁款也必须一个子儿不差的给我们，不然……他恶狠狠地瞪着我，胸口起起伏伏，喘着粗气，脸色铁青，太阳穴周围青筋毕露，一副怒火中烧的模样。这要是放在几年前，我或许还会害怕他这个样子，可现在我不屑地跟二叔对视，有本事他就跟他对人渣儿女一样打死我，不然我要是再向他低哪怕一次头，我就直接从一脑袋装在病房墙上死了算了。好，对峙10几秒，二叔最终愤愤转开了视线。好样的，沈西，不愧是你爹妈的种，就是块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当石头总比当糊不上墙的烂泥要强。我不卑不亢道。二叔狠狠将手中扭曲变形的烟盒砸到地上，撂下狠话：行，沈西，这事儿没完。孩子他爸。二婶猛地扭头看向二叔，恐怕就连他也没想到，事情都到现在这个份儿上了，二叔居然还不跟我服软。但他现在可顾不上他男人，往地上一跪，扑到床边，哭天抹泪地跟我求饶。我却没有错过他眼中那一闪而逝的恶毒。小希，这么多年了，二婶这可是头一回开头求你，二婶求你放。可惜二叔再次打断了他的话，他粗暴地把二婶从地上扯起来，凶神恶煞道：求他，这没良心的白眼狼，你求他有个屁用，少他妈在这儿哭天抢地的给老子抹黑。临走前，他停在门口，面目狰狞，回头看我：你给老子等着！呸，等着就等着，我不甘示弱瞪回去，直到他们彻底出了病房，才闭上发干的眼睛。虽然跟他们硬刚了一通，但我心里其实还是不大安稳。那夫妻俩刚走，就赶紧联系了物业经理，得知二叔二婶来医院找我，物业经理马不停蹄赶了过来，眼见我出什么事儿，才总算松了口气。乔经理，我问他，律师找好了吗？案子进展的怎么样了？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想看到沈辉和沈苗苗进监狱时，我那好二叔二婶脸上会是副什么样的表情了。物业经理平复了下呼吸，才跟我说：沈小姐放心，沈辉和沈苗苗故意殴打您，并致您重伤的人证物证俱在，现在案子已经移交检察院，应该很快就会有结果了。至于律师，也请您尽管放心，小区和物业方面共同出资，为您请了咱们市首屈一指的顾文寻律师，保准可以满足您的要求。甫一听到这个名字，我不由愣了下。顾文寻，是我认识的那个顾文寻吗？如果真是他的话，那这个案子我确实不用再担心了。回过神来，我又将手机里存着的二叔二婶曾深夜带人闯进我家，威胁我交出拆迁款的视频，以及之后的那些来电记录、通话录音，带有明显威胁意味的信息、包裹的照片，全部都发给了物业经理。乔经理，今天我请你过来，是想再拜托你一件事。翻看我发给他的所有信息，物业经理的脸直接变成了菜色。我猜，在他短短30来年的生涯中，
怕是都没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吧？沈小姐，物业经理看着我，欲言又止，只言又语。我挑眉看向他，想听听他会说出什么高见。您真是辛苦了。我没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物业经理尴尬挠头，可能是不知道除了这个，他还能说些什么。不过他很快转移了话题。那您现在拿出这些证据，是打算？他带着疑惑看向我，但我估计他应该已经猜到了。我跟他对视着，点点头。你想的没错，我要告他们敲诈勒索罪，而且要尽快。忍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想再忍下去了。物业经理的表情逐渐变得严肃起来。我想了下，又提出要求。当然，这部分诉讼费可以我自己来出。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想尽快见一下这位顾律师。当天下午3点，我就见到了那位如今在我们市以及全国都足以称得上是首屈一指的顾文寻，顾大律师。看到那张既熟悉又陌生的帅脸，虽然重伤在身，我心底还是忍不住微微一颤。果然是他，顾文寻，比我大3岁，粗略可以算作是我的青梅竹马。可惜在我爸妈过世，我被强制转学后，就再没机会见过他了。这些年来，我也曾偷偷猜想过，如果我当年没有转学，我们之间究竟会变得如何？可惜，这世上从来没有什么如果。就想好，他如今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大律师，而我还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社畜。沈西，西装笔挺的顾文寻向我走来时，带来了极强的压迫感。我不由自主想往被子里缩，却发现他脚下忽然非常可以地顿了一下。顾文寻看向我的眼神中含着让我看不懂的复杂情绪。他走到病床边坐下，沉默良久，才终于开口：你当初说会照顾好自己，就是这么照顾的。不仅被人打了个半死不活，还被恶臭亲戚威胁要钱。这么多年，你是失忆了还是腿断了？我家在哪儿你又不是不知道，开口跟我求助就这么难吗？对于你来说，难道面子比前途还重要吗？我这熟悉而久违了的尖酸刻薄，顾文寻，不愧是你，哈哈哈！好久不见呐，顾文寻。我讪笑着抓抓脸，低下头，避开了他的目光。不是我这些年不想去找他，只是我俩的交情早在我初一，他高一的时候就已经戛然而止。我也不是非得死要面子活受罪，就是觉得自己如今太落魄，实在不好意思去找他。万一人家早忘了我呢？那岂不就是我自讨没趣了？我听到顾文寻深深叹了口气，随后才跟我聊起正事。沈辉和沈苗苗已经是板上钉钉的故意伤害罪，我会争取给他们最大量刑。不过你二叔二婶这个敲诈勒索罪，因为没有既定犯罪事实，就算这起案子真的胜诉了，最后也只是拘留和教育，不可能把他们扔进监狱。那岂不是我想送他们进监狱，还得先给他们钱？那多少钱能送他们进去？我迫不及待问道。顾文寻沉吟片刻，继续说：3万元以上，就算数额巨大，可以判处3到4年有期徒刑。当然，这个数额没有上限，你给的越多，他们判的越重。那如果我真把拆迁款给他们了，二叔和二婶岂不是就能把牢底坐穿了？可以一想到我刚和他们彻底撕破脸皮，就难免心梗。果然，我还是太冲动了。根据你提供的证据来看，你二叔今天上午还威胁过你，你可以从这方面入手。顾文寻不太委婉地提醒了我一句，我恍然大悟，连忙拿出手机，点开跟二叔的对话框，输入1行字，又拿给顾文寻看。这样可以吗？
顾文寻挑眉看看我，之后才慢条斯理拿走我的手机，垂眸看了起来。不得不说，顾文寻确实是从小帅到大的典范，就连别人最丑的初中3年至暗时期，他都帅得跟别人画风不太一样，有那么点意思。不过这个地方还可以再改一下。顾文寻拿着手机，亲自帮我改了里面的几个字眼，但却又不把手机给我，我只能拼命往前凑，差点杵他怀里。二叔，我仔细想过了，我们确实是一家人。您和二婶当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我也没有忘。您放心，等我出院了，肯定第一时间就赶去派出所，跟警察说清楚，这只是我们的家务事。二叔，这么多年以来，我是真心把您和二婶当作我的父母，把堂哥堂妹当作我的亲生兄妹。我今天就是太激动了，才会口不择言。您就看在我爸的份儿上，别跟我这个小孩子计较了好吗？看完这长长一段小作文，我目光复杂地看向顾文寻。顾大律师，可以呀。不到2分钟，二叔就发来了回信。你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行。我看你身上的伤也不重，不如明天就出院去派出所。即便只有2行文字，我也能看出来二叔那高高在上的语气。顾文寻没再把手机给我，直接跟二叔聊了起来，而我就这么扭着身子挤在他身边，看着他手指翻飞。二叔放心，我明天肯定一早就去。还有拆迁款，他来了一招欲说还休。二叔立马迫不及待发来一段语音。拆迁款怎么了？我跟你说呀，你二婶说的那些屁话都当不得真。你既然已经知道错了，那就赶紧把拆迁款给我打过来，不然我可不保证还会有什么人给你寄包裹，或者是亲自去你家找你。听完二叔的这段话，顾文寻脸上露出显而易见的鄙夷，我才下了个钩子，他就上赶着送菜了。真是蠢的可以。好的，二叔，我明天去过派出所就去银行。顾文寻兴趣缺缺打下一行字，下一秒，二叔就又发了句语音过来。死丫头，你不是在耍我吧？上午不还口气硬得很吗？怎么突然就转性了？可不是在耍你吗？臭傻逼！顾文寻仿佛能听到我的心声，我刚骂完，他就回头，眼神凉凉看了我一眼。我缩缩脖子，冲他露出无辜的笑容。顾文寻抿抿嘴，继续面无表情转开视线。刚要再打字，对话框里就有蹦出来了一条语音。不过现在你既然已经认错了，那过去的事儿二叔就也不追究了。刚好我现在急用钱，你赶紧给我转20万过来。听到二叔这声催促，我忍不住跟顾文寻对视一眼。这不就是瞌睡了送枕头，要什么来什么吗？顾文寻把手机塞回我手里，眼眸低垂，同我对视，眼中波光浮动，言简意赅。打钱。我麻溜的双手接过手机，痛快地给二叔转了钱。对面秒收款，紧接着就又发了一条语音过来，明早再给我转20万。发完这条语音，二叔就没再说话了。顾文寻再次从我手中拿过手机，将每一条语音转文字后，异常熟练的咔咔截图。有这20万，足够他在里面蹲个10年8年了。当然，如果你想他量刑再重一点的话，明早这个20万也可以转给他。划重点，二叔今年已经53岁了。我感激地看着顾文寻，颤道：“这次谢谢你了。我听说乔经理说你特别贵，现在有这么亲力亲为帮我下套子，我得付你多少律师费呀？”顾文寻捏捏眉心，我猜他是想翻白眼，但可能太注重形象了，最终只是闭着眼
滚了滚眼珠。3秒后，他睁开眼，啪地拍了下我的额头：“安心养你的伤，少惦记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他斜了我一眼：“还有什么下套子？我只是在正常收集证据而已。”好，行，您是顾大律师，您说什么都对。隔天早上醒来，我按照顾文寻昨天的交代，又非常痛快地给二叔赚了20万。只要能把他送进监狱，别说40万，就是400万，我也能眼睛眨也不眨地甩出去。有了这2笔数额巨大的转账，顾文寻很快也行动了起来。只过去半天时间，二叔2审就在派出所跟沈辉、沈苗苗顺利会师了。后来听顾文寻给我的转述，我才知道，当二叔知道他会被以敲诈勒索罪进监狱，并且大概率会在里面了此残生后，直接就在派出所发了疯，甚至狗胆包天的打伤了2名警察。而他这么做的后果，当然就是罪上加罪，又要被多判几年了。二叔一家庭审那天，我的伤虽然还没有痊愈，却也还是坚持着去了法院。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们落到应有的下场。铁证之下，二叔2审以敲诈勒索、擅闯民宅、威胁人身自由以及袭警等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25年。沈辉和沈苗苗则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8年。看着他们一家双眼无神、眼神灰败地戴着手铐被带出法庭，我狠狠吐了口恶气。这么多年，我终于能彻底摆脱这家人了。结束庭审，顾文寻扶着我出了法院。灿烂艳阳下，他松了松系的结实的领带，嗓音低沉开口：“之前说我请我吃饭，择日不如撞日，要不就今天吧。”我不经意瞥了他一眼，就见顾文寻幽深的目光中含着几分惬意的笑意。我的脸颊微微发烫，低头避开了他那双摄人心魄的眸子。不行的话就算了，不强求，不等我考虑好。顾文寻又慢吞吞落下一句：“行。”我飞快接过话头：“当然行，想吃什么随便点。我现在可是拆迁户，有的是钱。”顾文寻轻轻笑了一声，那笑声砸在我耳中，我的耳朵瞬间滚烫一片。那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做咱们小富婆的男朋友呢？法院外，阳光下，身披金色光晕的顾文寻虚虚揽住脸蛋爆炸红的我，眉眼含笑，深情的垂眸向我望来。九敏，这个男人也太犯规了吧！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